们来看看您都用什么手机呢？有人喜欢 iPhone， 有人喜欢其他的品牌。那现在对岸中国大陆的华为它发布了最新的手机。Mate 60 Pro 看起来这个手机蛮厉害的哦。那新的宣传片也刚刚上架，我们来请导播让我们看看这一支手机的宣传片拍得很炫啊！你可以看到呢，它标榜说在水里头掉到这个像是保龄球馆，甚至你看到在这个各种的很糟糕的环境下跌落到这个泥土里很快把它捡起来擦一擦又像新的一样也不太需要拿吹风机吹它。看起来是一个蛮厉害的手机。那华为手机那当然在中国大陆现在一推出来这个新的手机，看起来卖得很好，而且还断货网络上还盛传说连成龙跑去成都买都还买不到，说这个店员跟他说抱歉现在已经缺货了，你先登记一下。那网络上面很多人说，因为中国大陆他自己也讲了嘛，中国大陆他自己也讲了说，这个Cuso这个华为代言人其实是这些人，包括雷蒙多包括拜振华跟川建国。什么意思？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在这个被美国方方面面给封锁，给这个科技在这边截断他们科技跟晶片的这个晶片战中，中国大陆自己也做自己的手机跟自己的晶片。而这个手机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来看看它的扫码，居然你不用先把 QR code 叫出来，我们来看看。兄弟们，给你们看一下为什么说华为它是遥遥领先。没有，直接扫就可以，直接扫，直接扫可以，您直接扫就可以，对，它自动调节，对，好了吗？好，谢谢。记不记得我们每次去超商不是都说条码要把条码叫出来嘛，你才可以，超商店员才要扫。结果据说这一款华为的手机你不需要把这个条码叫出来，直接扫就可以了。所以店员那时候很错愕说条码，结果不需要条码，我直接扫那我们看到华为它这个新机展开预购，它有一项技术叫星闪，据说这个星闪是什么？很厉害，它是蓝牙跟 WiFi 的结合体这也是一项新的技术。那市场上当然大家都在热议包括它的敌对的品牌包括 iPhone， 大家都在观察说它到底是真厉害还是假厉害呢？包括韩国媒体还说华为的新手机还有2家的外企晶片，不止 SK 海力士还包括你可以看到呢，它搭载了美光或者是三星的产品。真的是这样吗？现在美国要封杀中国，可能不是最好的出路。包括我们看到商周的这一篇的报道也详谈了，美国企业现在在检讨，他们在反省，或者是说他们在讨论如果跟中国的晶片战、商业战、科技战这样封锁他们，到底对他们自己国家的企业是好还是不好？美国企业就说了，宁愿卖晶片给华为，也不想让它建立什么产能，还有新的技术你封锁它，结果它自立自强，它产能更大，技术更新，这样子有更好吗？我们看到这个华为的这个主席任正非他怎么说？他说你美国人你不要太担心华为的世界地位，因为美国长期习惯自己就是世界的老大，可是华为其实都跟在美国后头，所以美国人你不要太担心。我们来看看。美国呢不必过于担心华为在世界上的这个地位和成长，因为美国呢长期习惯它就是世界的老大，每件事情都应该他做的最好。某一件事情别人做好了，可能心里就不一定很舒服，他这个不舒服不代表世界潮流。我认为今天能那么成功呢，绝大多数管理都是向美国学习的，因为像我们整个体系很像美国，所以美国应该感到骄傲。所以任正非我觉得他蛮 humble 的他说你美国应该要感到骄傲因为我们是学美国的所以你看到我们跟在你美国后头，然后我们自己有创新，我们跟美国学习，你美国人不应该封杀我你应该觉得自己很成功，你应该觉得自己很感到骄傲包括不只是手机，我们看到这个包括华为也会有一个新的智能车子的发表会我们看到先来看这一块，华为的智能车问世，在
今天下午2点半，其实线上已经发布了，有4000万人同时在线观看，这个数字哦，我们在台湾很难想象哦，是很巨大的哦。它还有权益冷超充电站在石家庄上线哦，据说1秒1公里的超快充哦。而另外呢，我们看到呢，深圳的无人驾驶智慧汽车也会准许上高速公路哦，看起来这个技术是突飞猛进。可是不要小看美国的 iPhone 哦，也在跟华为互别苗头吗？我们看到 iPhone 15的新产品在台北时间今天凌晨1点钟也会在线上发布哦，所以两边都在竞争哦，到底谁会比较厉害呢？我们来问问看蔡委员怎么看华为的这一款新手机？作为一个消费者，不管你在美国、在大陆、在任何世界上那个角落，看到好多公司在技术上、在成本上、设计上都激烈竞争，对我们消费者是好的，这是个世界的福音。可是美国人不采取这样的一个看法，他觉得你华为已经威胁到他的这个世界控制的地位，尤其华为的手机，美国的国家安全局没有办法窃听啊。当时这个德国总理梅克尔拿的是苹果手机啊，都被窃听得一干二净啦。所以美国不可能容许他无法管控、无法窃听的一个世界，因为美国人认为，就全世界都应该让我窃听，我窃听全世界是理所当然的。那华为这一块也把华为打死。不只是基地台不可以在世界上投标，连手机都不可以生存。何况华为现在又发展出了全世界第一款可以称之为唯一真正称之为卫星手机的，就是这一款手机。那美国会不会用更大的这个棒来打压华为了？这个也是可以期待的应该后面还有更惨烈的动作，或华为要做准备。但是任正非讲的也没有错，他内部管理很多制度，在学习美国那种大公司的管理的模式，这一点是没有错，没有这种模式管不动嘛。是。可是另外一方面，任正非又没有学习美国，没有把他的股票拿到美国去上市，让美国的基金可以用财力华尔街可以控制这个任正非的公司，这种不能受美国控制的，像台积电，你看大股东美国人。像阿里巴巴大股东美国，这美国可以控制的，美国才放心；美国不能控制，美国就不放心。所以我觉得任正非这一点没有学到美国，所以相对的他就成为美国打压的对象，也成为中国人一种民主情感的寄托跟象征。所以才会把这个雷蒙多啦、拜登啊演成这样的一个化妆，好像在帮华为推销。可是接下来华为可能遭到美国更大的打击。在手机之后的新产品就是智能的电动汽车，所以华为进一步推向智能的电动汽车，如果成功的话，将是第一个手机公司在汽车行业上最大的突破。那个苹果搞到现在车子还没看到啊，对不对哈？三星也搞过也没看到。那如果华为这样推的成功的话，那就是一个不得了的突破。因为什么？因为汽车市场规模比手机还大。所以这一点呢，大家可能没有去特别注意到。那它的这种所谓智慧型呢，又跟它的通信系统有关系。很多智慧型的汽车之所以有问题，就是它内部基建的通信没有办法到达智慧的程度前一段时间我所知道的就是说，大陆有一款汽车它就在测试一件事情，就人开了下车了以后，车子自己会找停车位，你都不用伤心，不用那么辛苦来找停车位街道上或停车场，它都自己找，它自动找它自己找。人工智慧嘛，大数据所以就不会有两车之间很窄的时候。不会，而且它保证下不来或者撞到别人的车，保证不会发生车祸，厉害就在这里所以这就美丽新世界啦，未来不，这个是人工智慧的一个结晶，会不会成功不晓得。但是华为在这边有它的擅长因为那个车子互相之间的通讯系统，那个是很难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只能在这里默默的祝福华为。那成龙都买不到，这是合理的对不对？因为我台湾有好几个大老板，他也找人去买，排队排个老半天还是没买到，是吗？对啊。可是赖老师是不是听说你已经拿到新的手机？你买到了？我没有特权，赖老师是排队排很久吗？我没有排队你没有排队，那就是有特权。也没有特权，就是没有。偷来了，你老实讲。我昨天有粉丝送过来的，哇，太令人羡慕了吧！粉丝满天下。昨天有那个，打开看看，打开看看，这个有没有广告嫌疑嘞？我不要摔，不然让我们倒水看看来。我也不给你倒。所以老师已经开始用了吗？这个手机？没有，我是才拿到。是。那今天中午的时候跟玉琴才那个开箱。是你的还是玉琴的？这我的。怎么这么跟吝啬？玉琴是另外一个颜色的。
我的是黑色的，买2只，他送2只，太过分了。不是我买的，是送的，送了2只手机给赖老师。另外1只我直接摔摔看。对，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宣传片哦，它可以摔在地上，在水里、在泥土里都没有问题。我舍不得摔了，你不要让我摔，我也不想做这个实验。我只是觉得真的是很好看。那你对华为没信心？我们摔摔看。我不要，我再有信心我也不要摔。我只是觉得真的是很漂亮然后速度很快。我还没有把我的晶片放上去，因为我们中午才开箱嘛，然后后来就来上节目了，所以一直没有真正的使用过。但是它的摄影功能，我们有做了，中午的时候有做摄影，这摆着展示嘛。摄影功能特别好，确实是特别好。我们没有收广告费，所以没有收广告费，这完全没有收广告费啊。然后就我还忍不住想摔一摔看。你不要摔了，你这个摔我的心。摔摔看，我赞成摔一下。你还摔？你看我们投票决定民主啊，你们这个民主，这不能用民主啊。好，我提一下啊。说实在的，昨天收到晚上了，是很开心了。然后后来呢，因为疫情说中午才能开箱嘛，然后所以昨天晚上没睡好。太兴奋了。就一直很好奇，想看，想玩，然后想把它晶片放上去，然后来试因为传说中的，例如说卫星通讯功能啊，然后传说中的这种扫描的速度啦，因为滑的速度很快，而且呢不用接触的嘛，都可以。那这个是对我们来讲真的，而且它确实是因为我的是那个30的，我的老机是30的，那现在新机是60，速度更快然后我觉得真的很感谢这个不具名的粉丝又没办法。台湾的 CIA 看到就开始想要破解，如果窃听你的。他听不到，因为我跟你说，你刚刚讲的没有错。马杜罗他就说了，他说我都用华为手机，所以美国窃听不到我。也就是因为如此，所以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所以华为真的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让他听不到世界各国的重要领袖的通讯内容。所以影响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当然要打压华为嘛，那但是我们建议全世界的这些 CEO 或者是还有就是政要，麻烦您不要用其他的，用华为的。美国人说这样子那中国大陆的情报大陆会窃听，对呀，因为美国人就听不到你了，然后大陆也听不到，因为事实上他没有被窃听，他没有留后门了。是，我觉得确实是没有留后门，因为外国人已经做了很多的检测，没有留后门。我倒觉得这次华为它会在雷蒙多来的时候展示开卖它，我觉得这个跟雷蒙多要来之前放狠话有关，然后这个是一种华为的宣传。可是另外一个部分里面，为什么要开卖，而且是在苹果在今天台湾的凌晨1点的时候，那么要发表，它为什么要提早那么久开卖？其实就是硬碰硬的，这是一个实战。硬打实打实，也就是说，因为我相信全世界连彭博都有了全世界很多人都拿到以后都找他们的专家，全部把它拆开，每个人都在拆开，都在做测试。做完测试以后，你想想看，当苹果今天发布的时候，这是不是很扎扎实实的比对了？比对速度，比对频宽，比对耐摔，比对各种角度。也就是说，所有的硬体跟软件跟它的滑顺的速度，全部都2个都在做比较。而问题就在于，华为如果不能够掌握住 iPhone 15它的本身的预判它的可能性，那我怎么去拿出一支东西来跟你做比较？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实打实的，这是荣耀回归。这不只是商业的竞争，还是国家国力的竞争必须讲我们这个不是只是单独的华为的这个广告。苹果在今天凌晨1点也会发布他们最新手机 iPhone 15。那当然，我们两边都要比较看看。只是现在我们刚好现场有赖老师的手机那如果苹果我们现在手上有的话，我们也会把它展示出来。对，我们也会把它展示出来。那在台湾其实不可讳言的，我们用苹果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来，请教玉芳委员。其实撇开所有的那种不谈任正非我倒是蛮欣赏他，就作为一个企业家，美国几乎用所有的力量来对付他，是他的大女儿也在加拿大被扣留，没错。所以，可在这个情况之下，你看他讲话，对美国人没有讲过一句难听的话，没错。我认为他可能最想讲的就是那个魏源，清朝的时候那个要求大家就是
要学习这个外国西洋的长处，维新运动，这个学习他们的长处习夷之长，以制夷嘛所以那个就是威尔在《海国图志》里面讲的嘛，就是说任正非可以用很生气的语气去讲，因为他的确是被整得太惨了，被美国，可是他没有，因为他知道你就是痛恨，你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很伤心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他非常重视研发这一点我真的很佩服他。你看这个他现在的这个晶片能够这么辛苦的把它生产出来不过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去讲它还不是100%自制还是有韩国的晶片在里头。那它生产这个所谓7奈米的这个晶片说实话它的良率的确是比较差因为它没有办法用最新的设备去生产，因为那些荷兰也不会卖给他，其他国家也不敢卖给他，因为都是美国的缘故。可是即使这样，他勉勉强强还是做出来了那既然做出来就一定可以越来越好。但是我相信就刚才他们两位哪位讲了，美国还会在后面再对付他美国人在这方面是绝对不会手软的。请问我们的 HTC， 我们的 HTC比华为比华为还要那个，你记得出来？你知道而且我那时候我办公室每一个人都用 HTC， 我说我们自己对不对？当中华民国的国务院，我们的办公室全部都 HTC， 而且卖到欧洲卖的不错。我后来没有用 HTC 以后，我自己其实我伤心了很久。对，后来还用了一阵子的华硕。我记得有一次到拉丁美洲国家去访问，我还跟他们国务院讲说，你们现在到台湾来，我一个人送你们一支 HTC，全世界最好的手机。是，没错。到哪里去了？也是被美国干掉了，也是很可惜，对不对？太可惜了。所以也就是说科技还是最重要的。没错。所以任正非这种态度就是说重视研发比一直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去仿造人家要好多了。不管你怎么封杀我自己研发这也是自己的这个硬实力软实力的一个代表。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美国当然现在还是世界第1强国，可是世界第1强国的领导人，他们的总统拜登常常出贼吗？我们先来看看呢，他最近访问了越南，他讲了一些话。他说，其实习近平不可能打台湾，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慌了手，慌了脚，因为现在中国大陆、北京政府疲于应付什么呢？迟缓的经济，所以他不会也无力攻打台湾那中国大陆外交部其实也有回应，他说政府的政策就是强化自我防御能力，料敌从宽，做好准备。而事实上，拜登他在这个记者会上面有一些突裁的反应，后来还被发言人给消音了。我们来看看。The famous song, Good Morning Vietnam, or Good Evening Vietnam. He may have a game plan. He just hasn't shared it with me. But I tell you what,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m going to go to bed. I'm just following my orders here. Is there anybody haven't spoken to? Thank you, everybody. This ends the press conference. Thanks, everyone. Thank you. 好，你看到发言人赶快出来救驾，赶快出来救场，因为他还在翻拜登总统在翻纸条，翻来翻去找不到方向所以呢，我们也对于拜登这个不是我们说了，他们自己美国国内的一些 survey 这个民调也在关注他的心智状况，还有年龄的身心状况各种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他访问越南的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其实年纪也很大，79岁，那拜登是80岁，他还称赞拜登说：“你看起来非常年轻英俊，你有一头美丽的白发，这是在cos他吗？是在酸他吗？”越南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其实也不差那这一次拜登去访问了越南，看起来两个国家好像也签了一些条约，然后看起来互相互利的这个状况也不错。可是我们来看看过去越南有人批评有媒体这样报道，老奸巨猾这个用比较好的话来说就是很这个骨溜有很多的这个很灵活啦美国根本摸不透过去越战有所谓的新春攻势，就是一个例子。本来说
讲好了，春节要停战哦。可是越共人民军却突然大规模的袭击哦，所以未来美国跟越南的关系会怎么走哦？越南会怎么来应对？这都还要观察。而另外，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有没有可能两大巨头中西中美两大巨头会见面呢？在 APEC 上面有没有可能拜登和习近平会见面？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是说会他们期待。可是中国大陆的态度就比较让人摸不着头绪了，因为我们看到包括北京拒绝为拜习会协商吗？王毅这一次就缺席了联大改派韩正来代打，看起来也很奇怪。韩正是国家副主席，怎么会是用他来代打呢？而拜登也打破了惯例，他现在呢，在这个911这一天呢，过去大家都在 DC 在华府，可是他跑去阿拉斯加出席纪念活动。有人就讲，因为他是要应对中俄的进逼，记得吗？8月份的时候，中国跟俄罗斯的舰队，他们还行经从太平洋大西洋到这个包括您看到在阿拉斯加附近这样绕了一大圈。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太平洋空军负责人说，中国不安全的拦截美国的飞机，面临灾难的风险，两边在对撞吗？中国8艘军舰穿越宫古海峡，日本派出了舰机监视您看到像这样的对峙越来越多。山东舰出没注意，共军演训高峰期，美国前行防卫隐约成型，美中的对峙会变成对撞吗？我们先请教蔡委员。我实在不太懂拜登脑筋老是想什么。911跑去阿拉斯加，阿拉斯加有911的恐攻事件吗？恐攻事件只有发生在纽约跟华府啊，华府的国防部被炸了，纽约的2栋大楼被炸了，阿拉斯加跟911什么关系？怎么跑那么远去纪念啊？我是百思不解，这逻辑在哪里？这跟中俄的舰队有关联吗？那中俄舰队你不需要打着说911的恐攻的纪念活动，这有点的怪。那中俄的舰队你也看不到啊，对不对？不过我同意啦，就是说。现在美国的军机只要在西太平洋出动，解放军的军机就会尝试要拦截。那一天拦截个什么10次了多少啊？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如果解放军的军机飞到夏威夷或飞到加州，你美军军机要被拦截啊？所以这种拦截去不要说安不安全，因为不安全本身就是军事活动的基础嘛。有一种军事活动叫安全的吗？我没听过啊。但只是不安全，可能对解放军军机也不安全，对你美国军机也不安全。那大家都不安全下去吧，看谁的气场嘛。现在只能这样子的。那你说这个解放军的军舰穿越宫古海峡，或者要穿越巴士海峡，你美国不是也要在巴丹群岛上面建立基地，要准备监视吗？监察吗？那这个你日本也在这个宫古海峡附近建立这种监视系统，这个就是一个军事上未来的常态，大家要先习惯那山东舰逐渐要进入作战的阶段，以前都还在这种培养的阶段，而且进入作战的阶段那这个美国人到底要想什么？那我想是各自划分势力范围会慢慢的形成了那习近平跟拜登见不见面，当然是大家猜测，最可能是 APEC。会不会？那因为如果美国还坚持不让香港的李家超去参加，那铁定不会。为什么？那习近平也不会去啊！就是这个不可能的。越南的目的在干什么？打2手牌啊！美国说要印太战略，他也参加，搞什么印太经济架构。那有时候美国说要在东南亚搞演习，他也去参加。那现在呢？中国大陆他跑到友谊关说：“哎呀，我们2个是哥俩好。”他想要2方面平衡取得好处。最笨的台湾。我们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两边都不讨好。你看嘛，他越南没有电，跟大陆要，大陆也给他电。然后现在越南出口不好，没有订单，那拜登去也带了订单给他。所以这个两面讨好的好处这样子那奇怪了，我们的赖清德怪怪的所以拜登本身年纪大了，有这些问题也不必特别的。但是他讲到一点他说习近平已经慌了手脚，无力攻台，这已经成为最近绿营的媒体里面不断的宣传。你放心，我们尽管搞什么台独主权问题
大陆一定没有能力打台湾，谁说的？拜登这么说。那如果你相信拜登了，哎，你可以尝试继续搞台独、去中国化。但是如果你有点担心的话，那我建议你最好不要当什么志愿役，那很危险的事。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玉芳委员来帮我们看看越南到底他们在打什么样的主意呢？其实越南跟中国大陆一直都是有一些问题存在。最重要就是越南的旁边有一个这么强大的中国大陆，是，然后又有这个西沙的问题，南海这个西沙的问题，然后1979年那场的战争打得这么惨烈啊，越南是不会忘记，就像印度人一直不会忘到1962年被中国大陆打那么惨的这样一件历史的事情哈。但是呢，越南就我常讲，东南亚这些国家都有被西方帝国主义统治的殖民的经验呐，所以欧洲的这些帝国主义，他们的外交的特色是他们非常的灵活，非常的务实哈。所以他们这些国家大概都有学到，是，所以基本上像菲律宾现在总统玩了这样子的投向这个美国，不像杜特地这样的灵活，这个我是觉得这是一个艺术了。其他你看东南亚国家，从印尼到泰国到马来西亚，这些国家都非常的灵活啊。新加坡他们跟美国可以拥抱，他们跟中国大陆一样也可以握手所以前阵子的这个南海的这个行为准则会议，你看东南亚国家就是很厉害。他们当然希望中国大陆在南海议题上，自我约束一下，不要太强势。是，可是他们这个南海会议的最后，他们这个开会的结果，并没有去这个责备或痛骂中国大陆，并没有，因为他们总觉得说我们的意思你应该了解，我们宁愿私底下来跟你协商，但是呢，我们正面公开，我们保留你的面子，希望大家可以和平相处。这样子，所以这个的确是值得很多的国家去学习，就是说你要不要选边你看新加坡其实表现的最好是新加坡，美国军舰你随时去都停在它的港口里面，没错。可是你随时会看到中国大陆有一个蛮重要的官员在新加坡访问，否则新加坡派人到大陆访问。对，所以这个应该是值得台湾去参考跟学习，因为这个世界毕竟太复杂了。没有错。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请教赖老师。我觉得我们台湾也曾经很灵活，尤其是马英九时代，你看有9个共识，我们跟大陆关系好到不行，是我们跟美国的关系也很好啊，所以我们把钓鱼岛钓鱼台的周边的海域，我们都能够拿回来。过去日本怎么可能啊？那个李登辉谈了多少次，陈水扁谈了10几次啊，日本一寸都不让。马英九一谈，为什么马上就通？其实就是因为两岸关系好嘛。那时候保钓运动嘛，美国怕死了，美国怕两岸联手一起来对于钓鱼岛把它拿回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对于台湾来讲的话，过去确实是很灵活。那谁晓得蔡英文一上来了以后，9·2共识丢在一边，然后完全倒向美国，那现在把自己僵死在那里，一步都走不开。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愚蠢、笨到极点。然后你看现在越南，他很灵活的玩两边。那越南像美国，因为他知道美国人要跟大陆搞外交战，那要跟大陆搞外交战，所以他现在要美国半导体我要波音我可以给你买，对，但是零料件在我这边生产。然后你看拜登就叫那些 CEO 全部都来，到时候项目能不能落实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那些 CEO 乖乖的也都跑去越南然后去看这个场地，看那个场地。我担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最后最近马英九前总统他批评蔡赖
蔡英文政府危害两岸和平，他怎么说的呢？他说现在两岸的政策啊是新两国论。我们来看看马英九前总统他怎么说。他说蔡英文总统2021年的国庆啊，在这个典礼头，他提出来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样子的论述是新的两国论啊。马前总统说这是严重背离宪法，把台湾跟中国大陆视为一个国家的两个地区，而不是两个国家。注意哦，这是我们中华民国宪法哦。马英九前总统是在解释这件事情。可是呢，我们看到赖清德竞办的发言人陈世凯却说啊，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已经是全民共识哦，所以他反过来指控马英九前总统是配合对岸的统战思维。观众朋友，马前总统有他自己，他作为一个中华民国国民，他想要说，他想要表达的一个立论哦，而且他完完全全不脱我们中华民国宪法的一个基础，可是却被说是统战，是配合中国哦，所以呢，这个到底是怎么指鹿为马的呢？赖办认为中华民国宪法有统战思维吗？现在是在指控这件事情吗？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赖清德怎么说。赖清德说，选总统是顾台湾主权，属于台湾2350万人。可是必须讲，如果你延续蔡英文总统的顾主权，可是你执政7年，我们两岸关系看起来就是没有解嘛。那将在这里对我们全中华民国国民到底是福还是祸呢？我们再来看看侯友宜市长即将出发到美国去访问了。他说要争取到美国见大咖，哪些大咖呢？包括前议长裴洛西以及现任的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我们看到蓝营这边传出来的消息是说啊，因为绿营这个有小动作，透过管道去影响，所以行程在侯友宜这边主要锁定跟美国国会议员见面，层级上面呢，希望可以见到前后任的议长，可是可不可以见到阿公哉还未可知。另外呢，我们看到柯文哲打绿的力道变弱了吗？我们在讲过去一段时间，柯文哲民调很高的时候，打这个民进党弊案啦，而且攻击民进党看起来有模有样，可是最近看起来力道变弱了我们看到网络上很多年轻人在哭诉，他说：“哎呀，你民众党变成民众堂。”堂口的意思所以现在柯文哲他签这个所谓的这个签约举报平台，说好啊，你可以来看看我们的党员哪一些人有不法的党公职有不法的，你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要自清，这样子这一招自清有用吗？另外我们看到柯文哲很有趣他对名嘴公开喊话，对媒体公开喊话说：“哎呀，你们不要一直打我嘛，你不要忽视侯友宜啦，也打侯友宜吧。”不要全部都在骂我所以现在大家看到铺天盖地都在攻柯文哲吗？尤其最近高虹安的争议看起来跟柯文哲的连结绿营打的力道也比较强，也比较深。而我们看到蓝白整合这件事情现在到底演到哪里了？有没有望呢？柯文哲自己讲，区域立委的提名跟蓝营的冲突比较少因为大家有共识嘛那不分区我们就各自努力这个冲政党票。那我们看到总统整合的部分大家很关心可是柯文哲没有讲他说没回答所以这个意在弦外。而另外呢，不断有人在提出来韩国瑜可以当这个整合的统姑朱立伦主席，国民党主席也说了，他说适当时机韩国瑜会站出来，真的是这样吗？因为现在韩国瑜我们还看不到他的回应，可是朱立伦讲了，他说党内跟韩保持密切的联络，侯韩之间也有来往，在适当的时候，韩一定会和党站在一起，发挥团队的精神，赢得2024的大选。那当然，大家也乐观其成喽。而郭台铭这边的动向是什么呢？黄世修国办的发言人他说目前还是保留退选的选项，可是蓝白到时候如果无法整合，还是会选到底看起来这个变数还蛮大的。我们来看看这个报道，来自于《镜周刊》，他说白蓝整合的内幕之一现在是断联侯友宜、柯跟朱还有郭
沟通密使是谁哦？大家看看哦，这个背后的推手以及所谓的幕僚，主要幕僚是谁？科进办的主任周瑜修，国民党的副秘书长江俊廷，他是猪的人。另外，郭台铭的儿子郭守正，这3个人私下有串联、有联系哦，他们是沟通密使。只是这个沟通密使们，他们的联络到什么程度了呢？外界很好奇。我们先来问问看这个委员蔡委员。马英九批判赖清德以及蔡英文的两岸路线，这当然是一个正确的，而且是比较能够确保台海和平的。可是蔡英文跟赖清德他们对这个国家前途的期待完全不一样。就蔡英文、赖清德来讲，不是新两国论，就台独论过渡阶段，把中华民国拿来借用一下，叫中华民国台湾嘛。因为台湾有一些人支持中华民国，有一些人支持台湾独立，他把两个整合起来，希望导到最大公约数，逼你国民党表态嘛。这个是民进党要玩的游戏。在1996年，那个李登辉只讲了一个特殊国与国的关系，就引起很多的紧张。然后现在蔡英文他觉得很得意啊，你看我讲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大陆不怎么样啊，对不对哈？所以。因此，他就觉得说，大陆现在创造一个两岸和平统一、和平交流的环境，这个就是他推动台独进程表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再加上中国大陆可能跟美国买很多的联邦政府公债，所以更不可能跟美国翻脸。在不可能跟美国翻脸底下，台独成长的空间更多，对内去中国化，对外不断的主张台湾主权那台湾主权说穿了就台湾独立。那美国不怎么样，这个他只要不讲成台湾独立，讲台湾主权，讲什么主权台湾，随便他讲啊。可是台湾主张台独人都听得懂啊，那你中国大陆没有回应，美国没有回应，就表示他头过身就过，他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我们不能否认，在民调的确也是如此，是啊。那民调是如此的话，所以马英九就变成在这个赖清德的眼中就狗吠火车嘛，你讲你的，没有人理你嘛，会处于这种局面，所以。就赖清德来讲，继续打台独牌，只是用不同的诠释跟说法。所谓没有主权的和平就是假和平，就是没有台独的和平就是假和平，一样的道理。至于什么中华民国是借用一下，王莽篡位一样，这个汉朝用完就丢了，一样的道理。这个柯文哲害怕打吗？你就只要在野阵营合成一族，他打什么？他就什么都没办法打了嘛，对，西瓜靠大边，人家觉得你有胜选的机会，支持者就会涌进嘛。那觉得你们没有胜选的机会，那当然大家态度就凉凉的嘛。所以柯文哲不要去抱怨说打你不打侯友宜，侯友宜前段时间被打，对，那只是今天打侯友宜，明天打柯文哲，后天再打侯友宜，再来打郭台，郭台铭是蓝营在打了。你们打成一团最好啊，你不能团结。我赖清德在家里羽扇纶巾，纳凉当选啊。那时候为什么挨打？为什么不反击？就是要问的问题嘛，所以我是觉得这是柯文哲在抱怨，没有什么。为什么柯文哲现在反击的力道变弱了？变弱了嘛，对呀，对哈。再来这个要不要见裴洛西、麦卡锡？我觉得国民党也不必把这个拿来当做张扬，我也不要当张扬的话题。在蓝营选民中，裴洛西跟麦卡锡不是正面的，我不想拿这干什么？我不晓得他的模式在想什么，那金溥聪跟他们两个关系特别好，是不是？那如果我就没话讲了那所以蓝白整合在立委更不是问题嘛，对，不冲突嘛，对不对？蓝营人去支持蔡壁如，对不对？然后你这个白营来支持这个我们其他的选将都很好啊，但是问题来了，要叫韩国瑜这汤扣，怎么汤扣啊？他欠柯文哲说你当副的不要当正的，他是他以前的恩人，他以前的老板，他怎么劝？那他欠侯友宜吗？对，当副的吗？不行啊，为什么？因为侯友宜毕竟跟韩国瑜以前也不怎么搭嘎嘛，对不对？所以这个话也不能讲出口啊，他怎么堂口？所以那至于所谓的郭台铭方面的态度导致颇堪玩味啦，我觉得态度反而是正健康的。他说你们整合成功，我可以退选，对，不讲得很白了吗？对不对？那我不晓得你还有什么话讲呢？对不对？那如果你不整合成功，我选到底，你有什么话说呢？换句话说，侯友宜、柯文哲整合成功，他退选；侯友宜跟那个柯文哲整合不成功他参选，那这有什么不对？对，反正大家都不会当选嘛，对不对？大家都展示一下实力嘛。
选票高低一票落选也是落选。我没有听过有人来抢落选第1名跟落选第2名，不很无聊吗？对，所以这个讲法是正确的哈。那断联侯友宜也不用讲，我是觉得侯友宜哈也应该参加这里面的讨论呐。朱立伦能够谈的就是立委的那个调整嘛哈。那比如说拜托卢秀燕辅选这个蔡壁如，对不对哈？那可能台北市这几个，尤其是那个比较麻烦的士林北投，可不可以请柯文哲帮忙，对不对？这个是好事嘛，对不对？那可是问题瞧到了总统、副总统的话就是问题啦。这可不是像有人讲说，哎呀，那你就给这个叫柯文哲当副的，你就给他部长多几席，可能问题不在这里啊，问题不在这里。是，所以这一点哈，是不是大家伤脑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韩国瑜想的是更好办法，韩国瑜来处理。可是如果没有的话，不要随便去消费韩国瑜，伤害韩国瑜，这样也不好。没有错，其实我自己也问了韩这边哦，的确各方这3方都有去跟他接触，可是接下来会怎么做，其实我们也都不知道。来请教玉芳委员。我先讲那个美国的那个，我并没有参与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讨论，有关要去看哪些人。但是我了解的就是说，国民党已经将近8年没有执政了。你知道8年了，众议员就已经选了4次了，哦，所以有些以前友善的、友好的众议员，有的大概都已经退休了，包括参议员6年1任，搞不好已经退休了也有哦。所以而且政治是很现实的啦。所以你说我们国民党有驻美代表处哦，你要期望他能够发挥很大的功效是不容易。不过幸好我们有很多台商的朋友哦，事业有成。这些人都大概在美国都已经取得美国籍了，所以选举的时候，他们对一些国会议员，对中华民国友善的国会议员捐钱，大概也不会太小气了。所以真正国民党可以透过帮忙的，最后还是靠这些人啊，这些长期在美国耕耘了几10年，然后跟中华民国、跟国民党有很深的感情的人，那他们就出钱出力。哦，那国会议员呢，他们出来，州长呢、市长啦、众议员啦、参议员是多少要买他们账的，大概最后就透过他们安排。我认为最后出来名单不会太差，很简单。请问你郭台铭到美国看了谁？你说你要看基辛格，你有看到吗？参众议员你见了一个没有？一个也没有嘛，是不是？那更不用说再重新进入白宫，那怎么可能的事情？那柯文哲我不晓得，不过好像去了美国回来好像也没什么声音啊。那赖清德是连一个众议员、连一个参议员都没有见到。当然，美国就是有意要压他的这个冷却他，对，要冷却他，就是因为对他不太放心嘛，哈。所以侯友宜这次去美国，只要能够看到几位参议员啊、众议员啊，就已经不得了了哈。至于说现在名单有没有麦卡锡呢？有没有裴洛西哈？说实话，这个有的名单大概没有确认，有的名单当然是别人替国民党放出来，让人家高兴不高兴的啦。大概应该不高兴的成分多了哈。裴洛西啊，82岁了。其实他已经退下来，没有当议长，没有影响力了。虽然他要重新，他有宣布他要 re-election，他重新再选众议员这样。那也不是说，就是说他不是现在已经在美国已经不是台面上人物了啊，所以我倒觉得没有必要过分的去强调他。那这个名单是谁放出来的？我的了解应该不是侯办放的，这样。那所以我认为侯友宜出去访问，上次到新加坡，其实也算很成功。到日本那一次，其实也是相当不错。该见的大家都见到了。这次去美国，应该会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耳目一新，应该会相当不错的。是。至于侯友宜跟韩国瑜之间的之间有很多共同朋友。那在共同朋友安排之下，他也到过云林，在福委也吃了饭然后大家也在公开场合也一起露了脸了那一直到最近，他们都还是有见面。而且不是谈个5分钟、10分钟、20分钟而已，有深谈。所以侯友宜到最后一定会出来帮这个韩国瑜一定会帮侯友宜的忙，因为很简单嘛。韩国瑜自己在政治上，我相信他还是有厚望嘛。是那他也不可能站在一旁嘛。不会站一旁。尤其现在蓝军在快速在归队整合的时候呢，我觉得韩国瑜最后就是发挥最后的临门一脚我觉得会有很大的
功能了。所以您觉得韩国瑜最后会帮侯友宜，而不是做统姑把这些人整合起来？我认为就某点来讲，当统姑也可能就是在帮侯友宜了。OK， 因为只要侯友宜的民调继续领先这个柯文哲，如果两个都卷麻花一样的话，这个统姑谁来做统姑都不容易啦。是啊，但是如果侯友宜领先这个继续领先这个柯文哲，而且最后到达5%甚至8%、10%的话，其实最后的统姑的作用就是为那个领先的来做的，来个临门一脚，把他送进去。对，是来请教赖老师。我就从那个韩国瑜这边谈起好了。韩国瑜怎么能够当统哭呢？他跟郭台铭的关系，郭台铭当初还是求他，说你就让老哥哥一次吧。那郭台铭的个性，那他可以叫郭台铭说，老大哥你不要选了，这怎么可能嘛？那他也可能跑去找侯友宜，跟侯友宜说，侯友宜你不要选了，怎么可能嘛？国民党一巴掌就给你下去了。然后他跑去跟这个民众党的这个柯文哲说，柯市长你不要选了。柯市长说你是谁啊？那所以他可以叫任何人不要选吗？他谁都叫不动，他只能够支持侯友宜继续选下去，因为他是国民党推出来的候选人，是法定的候选人，他又是忠贞的国民党员，他是一个党员，他只能够支持侯友宜，没有什么统哭不统哭，没有这个角色。所以我不晓得是谁又创造出说什么他出来当统哭，我不晓得谁这个老梗了，上次才玩过一次，我在这个节目中也讲过一次，我说这个老梗了，又玩完了以后几天又来玩了，为什么？国民党好不容易安静下来了，我们也看到侯友宜的声望在往上爬了，民调也在往上爬了，好感度也在往上爬了，好事情啊，就应该乘胜追击打下去啊。怎么又开始来搞这些统哭选跟不选的事情？那是有人在搞鬼有人在找媒体放话有人就是不希望国民党好不容易大家都平心静气开始要选举了，然后又有人要透过媒体来把国民党再把这个已经平静的水把它搅烂。我觉得这个是其心是恶毒啊！查出来到底是谁在找媒体放这些话，查出来，搞不好就是国民党的内鬼，我不晓得。要不就是绿营的买场的人内鬼查出来。另外，假设蓝白有在讨论，以朱立伦的角色，我支持郑元松所说的，朱立伦的角色只能够去沟通有关于蓝白合作、关于立委的问题，哪些立委你白支持，哪些立委你蓝支持。如果今天双方都有推出候选人，那就各选各的，没有什么好讲的。但是总统，对不起，朱立伦没有这资格。也没有这个能力。最后我要讲一个，我觉得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它是一致性、一贯性的。那你宪法的法令的解释如此的清楚，怎么可以用民调？我觉得赖办的这发言人，你脑袋到底有什么问题啊？怎么可以说我们用民调来看一看，我们用什么选民的意见来看一看？你脑袋有问题啊！宪法是用民调来做的，民调变来变去。3年前你民进党的支持度有多少？3年后你现在才增了几%？也许应该，如果要这样子讲的话，应该要先把宪法改修一修才对嘛。宪法以后都改民调，是改成民调，然后大家决定宪法要怎么走。